文明碰撞，东方对西方的5次震撼，改变历史走向的文明转折。在5000年前，一场突如其来的世界级大洪水，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命运。大洪水与文明的2条命运线。有人说，那是因为一颗彗星，它沿着地球自转的方向从大西洋切入，带来大量水冰，西方大地正面迎击，受灾最为严重，人口锐减，文明倒退。而东方呢，虽然同样遭遇洪水滔天，但因为大禹治水，洪水虽猛，却被引导。大禹不仅治住了洪水，还建立了共主地位，开启了夏朝。于是，东方文明因此巩固并壮大，而西方却陷入长久的沉寂。这一来，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就拉开了。而后的5次东方对西方的冲击，便是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。第1次冲击，三苗，乌鲁克的种子。第1波冲击来自于三苗。在洪水之后，三苗部族一路西行，来到两河流域。当地人看到他们的农业、礼法、礼仪，就像看到了神迹。这些知识成为了乌鲁克文明的起点。可以说，三苗带去的不是军队，而是文明的种子。他们启动了西方最早的城市文明。第2次冲击，北方，雅利安的烈焰。第2波冲击比第1波更猛烈，这一次是北方的西迁。他们带着强悍的军事传统与严密的制度，进入了西方。后来的雅利安人其实就是北方的后裔，他们在印度建立了种姓制度，在西亚与欧洲奠定了国家和军事的雏形。这场冲击不只是火焰，更是制度与结构的转移。它让西方开始有了更强的国家力量。第3次冲击，匈奴，上帝之鞭的震撼。第3波是匈奴。当东方的强权打击匈奴时，他们西奔，成了欧洲人口中的匈人。这支民族被称为上帝之鞭，狠狠地抽打在罗马的身上。虽然他们没有带来长远的制度或文化，但那股武力的冲击震得罗马帝国分崩离析。这是短暂却猛烈的一击。第4次冲击，突厥，鄂图曼的桥梁。第4波是突厥，他们的影响力与其说是打击，不如说是长久的存在。突厥人后来建立了鄂图曼帝国，这个帝国控制了欧亚交界，把东西的交流牢牢握在手中。欧洲人想要香料、丝绸，都要经过他们的关卡，于是欧洲不得不另辟蹊径，走上了海洋。大航海时代就是这样被迫展开的。第5次冲击，蒙古，偶然的征服风暴。第5波则是蒙古。其实成吉思汗原本忙着征服晋国，根本没有打算远征西方，只是因为花剌子模公然杀了他的使者，才逼得他在花甲之年亲征西方。这一战成了世界史上最猛烈的风暴。蒙古的铁骑横扫欧亚，虽然统治不久，但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东西方的技术、思想、物资
在这一刻加速交流，这同时也成了东西文明的平衡点。西方从此快速崛起，而东方则逐渐走向衰老。影响分析5次冲击的排名与特征。这5次冲击影响各有不同，如果要排个名次：1. 雅利安人鬼方带来的制度与军事影响最深最广。2. 乌鲁克人3鸟种下了大洪水后西方文明的第一颗种子，影响最为深远。3. 蒙古的冲击最剧烈，把东西文明拉到同一个层次。4. 鄂图曼突厥的长期霸权，间接推动了欧洲的海权时代。5. 匈人、匈奴的冲击虽然短暂，却像惊雷一般，击碎了罗马的旧秩序。结语：东西文明的交替。从3苗到蒙古，东方一次次把火种与冲击送往西方，而西方也在一次次吸收后逐步强盛。到了蒙古之后，东西文明来到平衡，接着西方快速超越。历史的长河就是这样一波波交替，而我们今天回望这5次冲击，其实就是在回望人类文明如何在交流与碰撞中前行。